2010年10月30日，在德国汉堡，18岁的孙兴慜刚刚踢进了职业生涯的第一颗联赛进球，打破了球队39年来最年轻进球球员的纪录。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因为这位亚洲新星而疯狂。但是当孙兴慜回到家的时候，迎接他的不是庆祝派对，而是父亲孙雄正那张冰冷的脸。大家好，我是 Elena 老师。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our Football Heroes series to celebrate the World Cup season. Today, you will immerse yourself in Mandarin with Son Heung-min's incredible story of rising to the top under a strict Tiger Dad, while testing your Chinese listening and reading skills with a 5-blank challenge. Stick around until the end to see how good your Mandarin comprehension is.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，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。父亲只对孙兴慜说了一句辛苦了，就直接没收了儿子的笔电，严格禁止他上网看任何新闻或评论。笔电就是笔记型电脑的简称，在中国比较常用笔记本电脑，简称笔记本。在人生最值得骄傲的时刻，父亲为什么要泼儿子冷水，甚至像对待犯人一样限制他的行动呢？泼冷水就是用某种行动打击别人的热情。孙兴慜的父亲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？这个禁止儿子上网、封锁消息的举动，到底是过度控制，还是另有原因呢？你可以先猜猜看，等一下我会告诉你。孙兴慜小时候住在韩国江原道的春川市，家里经济情况很差，甚至还住过货柜屋。他开始踢足球的原因，居然是为了得到一场足球比赛的奖品，一台他梦寐以求却买不起的游戏机。他努力跟着父亲学踢球，最后还真的赢得了那场比赛和游戏机。梦寐以求就是连做梦都在追求某件事物，形容对那件事物有非常强烈的渴望。孙兴慜的父亲孙雄正以前也是一名职业足球员，却因为受伤很早就退休了。他把自己没完成的足球梦变成了一套近乎疯狂的教育方式。当别的孩子都在球场上比赛的时候，孙兴慜
却被父亲禁止参加任何正式的比赛，而且一禁止就是7年。这7年里，他每天都要练习6个小时的基本功，包括在大太阳底下连续用脚背挑球4个小时，球只要一掉到地上，就得重新开始。父亲甚至刻意加强他的左脚训练，只为了让他的双脚都能均衡发展。这种训练方式让很多人看了都很心疼，甚至怀疑他父亲是在虐待小孩。但年幼的孙兴敏却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因为父亲陪着他做一模一样的训练。然而，一个14岁才开始参加正式比赛的孩子，真的能追上那些从小就接受战术训练的天才吗？16岁那年，孙兴敏一个人飞到了德国汉堡，在那里，他遇到了职业生涯最大的瓶颈：语言不通、严重的种族歧视，以及队友的故意排挤。他们不愿意把球传给这个亚洲男孩，担心他会抢走自己的位置。就在孙兴敏几乎要崩溃、想放弃的时候，父亲做了一个震撼的决定，放下韩国的一切，飞到德国陪伴儿子。为了省钱，父亲住在简陋的旅馆里，每天用韩国带来的电锅替儿子煮饭、打扫房间。每天训练结束以后，当所有的教练都离开了，父亲依然站在冷风中，看着儿子继续加练。靠着比别人多好几倍的努力，孙兴敏终于在欧洲足坛大放异彩，被媒体称为亚洲之光，以及亚洲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。大放异彩就是表现非常出色的意思。但是随着名利双收，新的挑战也跟着来了。作为亚洲最耀眼的足球巨星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的关注，尤其是感情生活。然而，多年来，虽然一直传出和韩国女团成员的绯闻，孙兴敏却始终保持单身。这背后竟然是因为他和父亲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约定。这个约定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个约定就是禁婚令。在职业生涯结束以前，孙兴敏绝对不能结婚，因为父亲认为，一旦结婚，家庭就会变成人生的第一顺位，而足球自然就会退到第2顺位。为了保持世界顶级的竞争力，
孙兴慜选择牺牲婚姻，把所有的心力都奉献给足球。2026年世界杯，我们看到34岁的孙兴慜依然在球场上拼命奔跑，即使球队失利，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，他依然是那位最自律、最谦虚的队长。他曾经感性地说：“我的踢球技巧完全是父亲一手创造的作品。”孙兴慜今天在足球场上的成就，的确很大程度要归功于父亲。但我觉得孙兴慜的成功绝对不只是因为虎父的魔鬼训练。还记得他父亲曾经没收他的笔电，严格禁止他上网吗？父亲之所以没收他的笔电，就是担心年轻的儿子会因为一夕成名而变得骄傲，所以不准他上网看新闻。尤其在这个充斥着酸民与各种炎上事件的网络时代，这么做能够保护儿子的内心平静，让儿子专注在球场上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。你认同他父亲的做法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。酸民和炎上这两个词都是网络流行语。酸民指的是那些喜欢上网发表恶意和负面评论的网友。炎上就是指名人说错话，在网络上被网友群起围攻的情形。现在我就来公布刚才故事里听写填空的答案吧。1. 父亲只对孙兴慜说了一句辛苦了，就直接没收了儿子的笔电。2. 这个禁止儿子上网的举动到底是过度控制，还是另有原因呢？ 3. 他开始踢足球的原因，居然是为了得到一场足球比赛的奖品。4. 父亲甚至刻意加强他的左脚训练。5. 他遇到了职业生涯最大的瓶颈，语言不通，严重的种族歧视。怎么样？你答对了几题呢？今年的世界杯，意大利队并没有参赛，而这件大球衣还在我身上。看着孙兴慜遗憾回家，我跟我的老公说，你的意大利队进不来，似乎也没那么难过了。关于我身上这件意大利队球衣的由来，可以参考第115集。我在那集讲了梅西的故事，也分享了这件球衣的小故事。如果你还没看过，一定要去看看哦。下礼拜我还是会穿着这件球衣，继续分享另一位超级足球巨星的故事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I hope today's episode gave your Chinese a nice boost. If you want to review what you learned today,
you can find all the supporting materials, including the full Mandarin transcript, pinyin, and our vocabulary database at makingsenseofchinese.com/EFP. If you enjoyed learning with me, click right here to watch a full playlist of immersive content. Keep going, you are doing great, and I'll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.